男人开车不小心发生了车祸，妻子和女儿被困在汽车里。尽管他使出全力，但汽车却纹丝不动。他紧紧握着女儿的手。조금만참아아빠가구해줄게 엄마, 아빠 슈퍼맨이 돼서 내가 구해줄 거야. 然而超人并没有出现，贤士无助地向围观的路人求救，却没有一个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。他从路人手中拿过一个灭火器，结果突然的头痛让他摔倒在地，汽车随即发生了爆炸。贤士眼睁睁看妻女离他而去，却无能为力。此后他便开始自称自己是超人，人们说他是因为受了刺激，都把他当成一个傻子。可贤士却不在乎别人的看法，每天穿着花衬衫穿梭在大街小巷，他会热心地帮行人指挥交通，帮小朋友找回丢失的狗狗，帮助行动不便的残障人士上楼梯。这天他在街上救了一个女人，女人差点就被迎面而来的货车撞倒。他向贤士求助说自己的包被偷了，贤士追着小偷跑了好几条街，小偷被他堵在墙角，最后只好丢下背包仓皇逃跑。秀晶看着包里的摄像机还在，于是来到男人身边道谢。这时他才发现眼前的男人正是领导让他跟拍的对象。原来秀晶是一家电视台的记者，为了收视率他们会跟拍一些奇怪的事物，节目组会故意破坏鸟窝，这时主角会及时出现救下小鸟。秀晶厌倦了这种只为博取眼球的工作，她决定辞职去非洲大草原拍摄更有意义的动物世界。他从公司拿走了摄像机，代替拖欠的工资。这时摄制组给他打来电话，说一名工作人员被狮子咬了，他们已经取消了这次拍摄。秀晶失落地坐在车站的长椅上，不知不觉竟睡着了过去。当他醒来，发现装摄像机的背包不见了。他四处寻找，发现了小偷的身影，于是追着来到了大街上。过马路时，一辆货车朝他飞驰而来，危急时刻贤士出现将他救了下来。얼굴 기억나? 언젠가 나랑 같이 하늘을 날지 않았어요? 贤士告诉秀晶自己是超人，帮助人类拯救地球是他的义务。秀晶决定让贤士做他纪录片的主角，拍摄他拯救地球的日常生活。虽然贤士看上去精神有点不正常，但至少不会像非洲狮子那么危险。秀晶调侃地问他超人为什么不会飞，贤士指着自己的脑袋解释，因为光头恶魔在他大脑里植入了克什，抑制了他的超能力。每次克什发射电波，他就会头痛欲裂，只有吃下口香糖才能缓解这种疼痛。贤士把秀晶当成了自己的朋友，他们约定一起帮助地球上的人类，维护世界的和平。贤士会跟孩子们分享自己的救人过程，在孩子们眼里，他似乎真的就是超人。他会摆出超人的姿势飞离地球，看到怪物攻击人类，贤士就会挺身而出。然而在秀晶眼里，所谓的怪物不过是气球人而已。贤士每天会倒立将地球推离太阳，他告诉秀晶这样北极就会停止融化，防止地球变暖。他还会潜伏在垃圾堆旁，吓跑那些乱扔垃圾的人。然而仅仅是这些根本没有看点。为了节目效果，秀晶开始安排人假装小偷，让贤士上演抓小偷的桥段。秀晶还会安排同事被车撞，故意让贤士看到。贤士扛起同事就往医院跑，路人纷纷为他鼓掌加油。很快这些片段就得到了观众极高的关注，秀晶的事业也迎来新的春天。晚上领导为他举办了庆功宴，秀晶玩到很晚才回家，于是忘记了和贤士每天拯救地球的约定。当他醒来时，发现贤士竟出现在他家里，他疑惑地问对方是怎么进来的。贤士提醒他晚上睡觉要拉上安全栓，他给秀晶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无人接听，担心他被坏人袭击便赶了过来。贤士让秀晶跟他一起去消灭怪兽，虽然心里很不情愿，但秀晶还是跟着他来到了外面。贤士说井盖下面有怪物，他昨晚还跟怪物搏斗过。就在贤士疑惑怪物怎么消失不见时，一个小女孩刚好路过这里，她说附近正在修建地铁，奇怪的声响肯定是施工时发出的。这时秀晶突然肚子有些不舒服。애기 됐어요? 슈퍼맨 아저씨와 결혼해요? 女孩的话让秀晶哭笑不得，贤士也在一旁哈哈大笑。女孩的妈妈在楼上让她赶紧去上学，她不想让女儿跟贤士接触。女孩走后，贤士的头痛又开始发作，这次他的口香糖吃光了。见他这副痛苦的模样，秀晶带他来到了医院。原来贤士的头里真的有一块石头。 크립토나이트가 있었단 말이에요, 진짜로? 뭐? 이게 대가리 아니, 이 머릿속에 뭐가 들었다는 거야 대체? 医生说这看上去肯定不是肿瘤，像是从外部插入的某种坚硬的异物。就在医生准备对他进一步观察时，贤士却异常的抗拒。没办法，医生只好披上毛毯，假装这里是超级英雄医院。贤士这才配合地接受了检查。秀晶对这个行为怪异的男人充满好奇，他决定继续自己的采访。从医院出来，贤士又开始帮助老奶奶过马路。他拦住来往的汽车，把老奶奶安全送到马路对面。老奶奶从口袋掏出糖果表示感谢。秀晶好奇他为什么这么执着地帮助别人，于是便向贤士提出了心中的疑惑。크립토 거시기 때문에
초능력도 없는데 사람들은 왜 이렇게 도와줘? 힘 안 들어?贤士回答：如果不去帮助，那么就会失去助人为乐的心，慢慢就会忘记自己是谁。他带秀晶来到一处荒废的楼房，这里是贤士的家。秀晶在楼顶看贤士和小女孩打羽毛球，他们只有球拍，羽毛球是他们想象的。这时贤士让秀晶帮他捡羽毛球，秀晶捡起球丢给了他，贤士若有其事地把羽毛球打了出去。秀晶闭上双眼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等他再次睁眼，却看到贤士站在天台边缘，他张开双臂做出飞翔的姿势。秀晶担心他的安全，让他赶紧下来。머릿속에 클리터 같은 거 먼저 날 수 있지. 贤士很开心有人相信自己，他说等自己能飞上天空时，一定会带秀晶一起飞的。他们伸出手一起做了约定。这天人们在街上举行节日活动，贤士激动地冲上舞台，高喊着拯救地球的口号，人们在台下为他欢呼鼓掌。接着贤士便做出起飞的姿势，一跃而下，他顺着人群开始往前飞行。一旁摄像的秀晶一不小心从舞台上摔了下去。在贤士的世界里，他们手拉手飞向了天空。然而这天贤士再次犯病，他把挖掘机当成钢铁猛兽打了起来。很快警察赶到，把他给带走了。此后很多天秀晶都没再见过贤士。他来到贤士家里，发现了一包治疗精神病的药物。秀晶根据上面的地址来到医院，这里到处都是和贤士一样的病人。医生说贤士的状态很不稳定，他仿佛生活在自己的梦境里。医院想要帮他恢复记忆，但贤士却躲了起来，不愿接受医院的治疗。秀晶在医院的后山见到了贤士，他决定帮贤士恢复记忆，让他成为一个正常人，这样贤士以后就不会再跳楼飞翔，做出和挖掘机打架这样危险的事情。秀晶假装和贤士做游戏，然后把他绑了起来。他告诉贤士，你不是超人，你脑袋里不是课时，你不会飞也没有超能力，你就是一个普通人，一个不愿面对现实的失忆病人。这时医生们赶到了这里，他们强行把贤士带了回去。贤士痛苦地躺在病床上接受治疗。小时候他披着毛毯幻想成为超人，结果意外被子弹击中，他脑袋里不是课时而是一枚子弹。长大后他结婚生子，有了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，可一场意外夺走了妻女的生命。或许是不愿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，他开始以超人自居，整天活在自己假想的世界里。终于他恢复了所有的记忆。 당신은 슈퍼맨인가요? 아니요. 당신은 자신이 슈퍼맨이라고 생각한 적이 있었죠. 贤士通过了医院最后的测试，出院后的他来到当初发生车祸的地方。这时刚好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，男人被汽车压住，动弹不得。这次贤士没有选择帮忙，他和围观路人一起木讷地看向起火的大楼。曾经和他打羽毛球的女孩被困在里面，女孩的妈妈求他救救女儿，他却无动于衷。他像身边的人一样开始害怕危险，看到女孩妈妈不顾危险地冲进楼里。 贤士内心的善良再次被唤醒，他来到水池边用水淋湿身体。秀晶劝他再等等，消防员很快就到，可贤士却担心错过最好的抢救时机，他不想因为自己的袖手旁观，让像他一样失去亲人的事情再次发生。 말해줘. 내가 누구야? 어서 말해. 내가 누구였지? 당신은 내 친구. 나의 슈퍼맨. 贤士把秀晶抱在怀里，像是在做最后的告别。他不顾危险地冲了进去。很快，他将昏迷的女孩妈妈背了出来，然后又去抬车准备救出男人。这次他把汽车高高抬起，不是因为他变成了超人，而是他的身后出现了一群帮他抬车的人。他们在贤士的感染下纷纷伸出援助之手。贤士把自己的钱包交给秀晶，他说里面有他最后一个要完成的任务。人们为他披上斗篷，这一刻他仿佛成了真正的超人。他毫不犹豫地再次冲进火海。此时的门锁特别烫手。 他幻想成为超人，吐出寒气给门锁降温，但实际上他是忍着灼伤的刺痛，艰难地打开了门。就在他抱起女孩准备下楼时，熊熊烈火却挡住了他的去路。眼看火势越来越大，再不出去，两人都会有生命危险。曾经没能救出女儿的无助再次袭上心头。这时贤士看到墙上女孩的画，他想起来自己是会飞的超人，于是他抱着女孩从楼上跳了下去。他们稳稳地落在地面，女孩成功被救了出来。路人把他围在中间，朝他竖起大拇指。 他摆出超人的姿势飞向天空，然而这一切不过是贤士的幻想罢了。他怀抱着女孩重重摔在地上。相同的是，女孩成功获救，她笑着离开了这个世界。秀晶打开贤士的钱包，里面是一张器官捐献卡。原来贤士知道自己每次救人都会有生命危险，于是他很早就签署了器官捐献协议。地铁站里人来人往，秀晶帮一个阿姨提起行李。面对需要帮助的人，有人选择袖手旁观，有人选择义无反顾。人群的冷漠和超人的热情形成鲜明的对比。 愿我们的世界没有冷漠，愿超人在他的世界能一直幸福下去。